皇帝的病怎么样了？皇帝无病。无病？是啊。那为何银夜召大人进宫啊？皇帝早年杀伐过重，以致被噩梦缠身，这本不是什么重病。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，已故张怀太子的遗物青玉翠蝉，昨天晚上竟无缘无故地出现在皇帝面前，这才致令他惊惧过度，心智失常，引发了昏乱之症。张怀太子已经死了10多年了，他的遗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宫中啊？是啊，怪就怪在这里。难道是？你想说什么？大人，张怀太子死得不明不白，我想，会不会是他的阴魂不散啊？哦，怎么你也这么说？还有谁这么说？皇帝，他还提到了王皇后和萧淑妃，他说了很多。这些话本不该从一个君主的口中说出来。今天皇帝好像变了个人，变成了一个女人。皇帝变成了女人？啊，这有什么奇怪？她本来就是个女人嘛。恐怕天下没有人敢把她当作女人来看。大人，可否恕元芳直言？但说无妨。皇帝杀人如麻，死在他手下的人不计其数，会不会是那些厉鬼前来索命啊？皇帝杀戮过重，这是不假。然而鬼怪之说乃是妄传，人死魂消，岂有鬼哉？哎，元芳，没想到你这么个武艺高强、浑身是胆的大英雄，也会如此的迷信啊！大人教训的是，人呐，只要正身正行，上无愧于天，下无愧于民，何必有那么多欺人之私呢？所谓鬼怪之说，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。你说呢？大人所言甚是，卑职惭愧。不过，青玉翠蝉确实是有些奇怪。难道说，真是有人从中作祟？老爷，老爷，怎么了？您猜猜谁来了？你这个小鬼头也来考我，让我凭空猜测，难道我是神仙不成啊？看你这鬼样子，来的这位客人不但跟我很熟，跟你也很熟，会是谁呢？啊，曾泰。您真棒，快请他进来。哎，曾大人，您请进吧。恩师在上，受学生一拜。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！李将军，别来无恙啊！曾兄自湖州案后，1年之内连升3级，荣任正五品泾县县令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我和大人都替你高兴啊！还不全仰赖恩师多方举荐，曾泰才有今日啊！哎，我这也是效仿春秋齐奚之故事，内举不避亲嘛啊！来来来，快坐快坐，请。坐。早就听闻恩师随皇帝驾临神都，几次前来探望，都恰逢恩师半驾出巡，无法得见。是啊，我听府内家人说起了。这一次终于见到您老人家了，可是学生却不是专程探望，而是有事前来。哦，什么事啊？唉，学生治下的永昌县出了一桩奇案。落年。
太子殿下，梁王可好？啊，承殿下记挂，三思一切安好。梁王进宫也是来问安的吧？哦，是啊，听说昨夜皇帝龙体为何，三思心中忐忑，特来诚进问安。梁王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。太子殿下不也一样吗？哦，太子殿下请。请。如此看来，真是贤哥的阴魂不散，前来作祟搅闹。娘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哼，娘俩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呀？您虽然贵为天子，百神呵护，可这幽冥之事却是难讲得很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。我已经传下旨意，命国师王之远带朕大作水陆道场，超度亡魂了。王之远道行很深，堪当此任。陛下，太子殿下和梁王殿下听说圣公为何，前来问安。这两个人好灵通的消息呀！哼，这就叫做各怀鬼胎。叫他们进来。案发地点是永昌县通往东都的官道上，2名死者不但头颅被凶手割下，而且还失去了左臂，真是令人感到诧异。哦，还发现了什么？在一名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文牒，此人叫江小郎，是河南县江家庄人士。我记得河南县是在正圣元年，也就是7年前，分为了洛阳县和永昌县的嘛。正是，您说的一点不错。那这个江家庄到底是在洛阳县治下，还是在你永昌县的治下？恩师可能不知道吧？去年11月份，永昌县和洛阳县合二为一，统称永昌县。哦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正出任处置使，在剑南道巡查。这么说，这江家庄就是在你的治下喽？正是，学生已派县尉前往江家庄调查去了。还有什么发现？哦，在官道上发现了死者生前乘坐的马车，在车厢内壁上有一只用鲜血画的雄鹰。什么？滴血雄鹰？是啊，恩师，怎么你也知道？益州、单州、蒲州接连发生凶案，死者多达70余人，现场没有任何线索，只有一只用鲜血画成的滴血雄鹰。啊？想不到凶案竟然发生到天子脚下的洛阳。哎，皇帝现在神都，可境内却发生这样的凶案，一旦上达天听，学生真是吃罪不起啊！这才想请恩师出面推断勘查，以期尽早结案。哎，永昌县虽然近在咫尺，然而我此次是以内史身份半驾神都，又没有使职差遣，巡吏是不能够干涉外官之事的。再者，你的上官是洛州刺史，我就是真想干预，也只能是向刺史询问情况而已，绝不能公亲查案，否则必遭御史弹劾。大人，滴血雄鹰一案本已牵扯剑南、河东、陇右3道，现在竟蔓延至天子脚下，又将河南道牵扯在内，一件凶案竟然牵扯了4道10州20多个县，这不能不令人称奇啊！
也罢，那我就先以私人身份勘察现场，而后再做驱除。多谢恩师。哎，曾兄啊，大人只要是遇到奇案，便如是老饕闻到了美味食物，那是绝不肯放过的。知我者李元芳也。我们换上便服，立即出发。听说圣上龙体为何，臣等这才进宫问安。你们看到了，朕的身体无恙，只是最近操劳国事，有些疲乏，故此想休息一下。看到圣公安康，臣就放心了。陛下勤政爱民，乃万世明君，天下皆仰皇帝圣言。但盼陛下在操劳国事之时，也可注意龙体，以免群臣不安呐。太子所言极是，这正是臣等的肺腑之言呢。知道了。朝中之事，太子要多费些心力；遇事要多与狄仁杰这些老臣商量。他们历经两朝，处事谨慎有方。梁王也应倾力相助，切不可同床异梦，各怀心腹。臣遵旨。好了，朕有些累了，你们去吧。是。哼，我还没死呢，这两个人就已经打算以后的事情了。什么注意龙体肺腑之言，表面上装得谦恭无比，其实就是来探探虚实。哼，真是其心可诛。恩师有什么发现吗？那个死者江小郎的尸体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在那边。学生知道恩师的断案习惯，因此命衙役保护现场，未敢擅动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是。不可能，天下绝不会有这么大的马匹。先生是谁呀？我请来了断案大师。断案大师？曾太，学生在。你说从死者身上搜出了身份文牒？正是。给我看看。江小郎，河南县江家庄人士，隋大业7年生人。隋大业7年生人，怪哉！恩师，您发现了什么？怎么，你们就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？依身份文牒上所说，死者江小郎应该生于前隋大业7年，而今已经是长安2年，算起来，他应该将近100岁了。你们仔细看看。按照本朝律法，年过9旬的长者应该赐勋官加俸，难道县里就没有记载吗？永昌县的治下共有6位9旬以上的老翁，都有记在册，可是没有一个叫江小郎的。
你们再看看死者身上的皮肤，细腻润滑，富有弹性，这哪里像一个100岁老人的皮肤？我看连40岁都不到。难道这文牒？哎，先不要妄下结论。走，随我到官道上去看看。曾太，在。你是何时接到报案的？大约是晨牌时分。接到报案后，学生便派人将官道封锁了。也就是说，案发时间一定是在今日的凌晨寅时到卯时之间了。哦，何以如此肯定？你来看，这就是死者所乘的2轮马车留下的车辙。是的。从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看，只有死者所乘的马车留下的痕迹最为清晰，这就证明从案发到报案这条路上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。为什么？如果案发后有其他的车辆经过，那么死者的车辙就一定会被其他车辙覆盖，而现在看来恰恰相反，是死者马车的车辙覆盖了其他的车辙。哦。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，从案发到报案，这条路上除了死者所乘的马车，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。这条官道直通神都，非常繁忙。那么什么时候路上才没有车辆呢？神都的城门关闭以后，路上就没有车辆。那么神都的城门何时关闭？按常理说是在丑末关闭，辰时开启。那么中间这2个时辰不就正好是寅时和卯时吗？学生愚钝，恩师英明。因此，案发时间就一定是在这2个时辰之内。不对呀，恩师，有一点说不通啊。什么？既然城门已经关闭，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呢？即使他赶到了，也叫不开城门呢。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？问得好，依你之见呢？还请恩师开导。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。就这么简单？对，往往看起来复杂的事情，其实非常简单。你来看看路上这3排马蹄印，你看，这2排是死者的2匹驾辕马留下的，而旁边这一排就是凶手留下的马蹄印。我可以想象，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。今日寅末时分，死者乘车前往神都，后面传来了马蹄声，凶手飞马赶到车侧，先杀了车夫，杀人的手法非常简练，一击之下人头落地。我想他使用的一定是一柄长大的兵器。而这个时候，死者在车内听到了车外的声音，撩开车帘，看到了车夫的尸体，大惊之下跳车逃生。死者跳车之后，
落在了地上，然后他翻身而起，直接向草丛跑去。这个时候，凶手策马追赶，在石碑之前将他杀死。是这样。嗯。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什么不是？大人，您对这排题印有什么看法？我刚刚看过了，这就是凶手所乘坐骑留下的题印。是马？当然是马。如果不是马，还有什么能够充当坐骑呢？大人，恕卑职直言，凶手所乘的绝不是马。你说什么？卑职虽然算不上相马的大行家，但也略知一二。天下的马匹分为多种，以西域马、蒙古马为上品。这两种马是天下马匹最大的马种。西域马体态雄健、威武高大，一般在军中做仪仗之用；蒙古马体型稍小，但体力充沛，短途冲刺能力好，在军中一般做骑兵之用。可这一排题印太可怕了，马蹄大如海碗，竟比西域马的马蹄大出2倍还多。刚刚我丈量了马蹄印间的距离，大人您看，此物步伐如此巨大，是战马的1倍半还要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的意思是？据我所知，当今天下没有一种马可以迈出如此巨大的步伐。那不是马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是妖怪。一只出现在天下4到10州的滴血雄鹰，一个生于前隋大业7年的100岁之人，一匹蹄大如碗、步幅颀长的妖兽。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玄机？暴风雨就要来了。恩师，您看这个案子。曾太，上午你曾说起派县尉到江家庄查访死者江小郎的家人。是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我看这样，你马上命人将此题印踏下。元芳，你拿着踏好的题印到殿中省，请人去看看。是。陛下，你怎么了？你看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啊，镜子中是陛下的圣容啊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
没看见有一首诗吗？没有什么诗啊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为什么要我们来这里？说是有紧急任务。今天我听这儿的村民说，这个大院可是个凶宅，经常闹鬼。这里的主人几十年前在一夜之间突然暴毙，30余口全都被砍下了脑袋。你这么自己吓唬自己？真的，我还听说啊，只要住过这个院子的人都没得好死，不然这里怎么荒废了呢？哎，孙殿臣回神都报信儿，算时间也该回来了。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？弟兄们，我看事情有点不妙，我们还是撤吧。小可方根生路过此地，赶上暴雨，想问主家借宿一宿，不知方便否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不，我要
回去，我要睡觉。这是梦，这是噩梦。是你这个贱人，是你，是你！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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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醒醒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醒了，陛下。又是做梦对吧？陛下，您可醒了？刚刚您一直不停地叫喊。我已经让人去请太医了。不用了，春香。传旨，请国师王知远即刻进宫。是。老爷，大人，元芳，你们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位就是殿中省掌管贤旧的飞龙使何云大人。卑职飞龙使何云参见国老。大人免礼，如此深夜把你请来，本阁心内不安呐。快快请坐。谢国老，请。好，请坐。是。本来卑职不敢劳动何大人的大驾，但是何大人坚持一定要见到大人，才能道出事情的原委。哦，国老，今天下午，李将军拿着榻下的题印前来找我，也将他的看法告诉了卑职。卑职即刻查看马经，进行比对，认为此题印可以肯定是马无疑。并不是什么妖兽。然而，卑职同时也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什么事？此马所带蹄铁是隋朝所制。什么？是的，这个拓印上的蹄铁花色，本朝早在太宗皇帝时就明令兵部、驾部、官马方和贤旧禁绝使用。禁绝使用？是的，因为这种蹄铁花色乃是前隋炀帝萧果军的专用蹄铁，凡打造使用此种花色者，在本朝罪同反叛，按大逆律论处。你是说，这个题印的花色，乃是前隋萧果军专用的？正是，当年太宗圣谕下达后，凡缴获前隋军马匹，均被换上本朝所制的护军蹄铁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这种蹄铁散落民间呢？此花色乃是前隋禁卫军专用，民间是不可能打造的。再说，蹄铁并非耐用品，需时时更换。从隋末到现在，已经80多年，一块蹄铁是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的。何大人的意思是，这块蹄铁真是隋末所制？正是。此乃江都工械坊专为萧果军打造的。这种蹄花模子早已失传，而且打造此物乃是大逆之罪，是要以九族的。卑职想来，也不可能是今人仿制的。
那么这蹄铁是隋末的，那这匹马，卑职正要对国老说说此马。若说蹄铁之事是万分蹊跷的话，那么此马更是让人不可捉摸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恕卑职出言无状，这匹马绝对不可能是今人所有。什么意思？此马应该在后汉末年便已绝迹。后汉末年绝迹？是的，李将军今天拿来此马蹄印，卑职一见之下便吃了一惊。查遍了兵部36马方，殿中省官马方6厩，左飞右飞，左腕右腕，东南内西南内，殿中省飞龙使6厩，飞龙、祥林、凤苑、宛鸾、吉良、六群，共48方马厩的所有马谱，竟没有一匹马与此相同。国老可能知道，飞龙使所辖内厩均接收的是各国进贡的名贵马种，可以说天下无出其右。这里没有的马种，其他地方更不可能有。这我相信。就在此时，卑职忽然想起了一种早已绝迹的马种。是什么？汗血宝马。李将军也是这么认为？如果一定要说这蹄印是马的话，除了汗血马，天下绝不会再有任何一个马种如此神骏，步幅如此之大。将军所论极是，我也是这么看的。以蹄印和步伐判断，只有这一种解释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，汗血马早在后汉时便已绝种。汗血马，汗血马。书中记载，汗血马是西域大渊的名种，数量极其稀少，它不食杂草，只以苜蓿为食。在奔跑出汗时，身上变为血红，因此名叫汗血。此马身强体健，巨大无比。自后汉绝迹后，就再也没有记载。隋末的蹄铁，汉代的宝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恩师，曾兄，曾兄，恩师，怎么了，曾太？怎么了，曾兄啊？慢慢说，来，元芳，扶他坐下。恩师，恩师，曾太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恩师，情况是这样的，自从官道上分收以后，卑职就回到县衙。大人，去过江家庄了？还没有。今天一早，本官便命你前往江家庄去寻找死者江小郎的亲属。几个时辰都过去了，怎么还在这里逡巡？是何道理啊？卑职有下情回禀。说。卑职问遍了县衙中的衙役捕快，大家都说永昌县没有江家庄这个地方。胡说！难道身份文牒也会瞎写的吗？分明是你躲懒不肯前去，还用这等胡话搪塞本官。卑职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欺瞒大人呐。刚刚大人进来前，卑职正在查看地图，实在是找不到江家庄这个地方。我就不信。你说什么？没有江家庄这个地方？是啊。那后来呢？学生仔细对照了江小郎的身份文牒，发现其中的确写着河南县江家庄。这河南县就是永昌县，那文牒必定是河南县改名之前所发。学生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便找来了几个熟知永昌地理的捕快，可大家众口一词，都说没有这个江家庄。后来卑职想到，会不会是江家庄改名了，而我们不知道？在县尉的提醒下，我想起了一个人，
这个人叫高如进，武德初年时便是河南县的县丞。此人已年过九旬，是永昌6位九旬老翁之一。于是，我便与县尉赶往高如进的家中。你说什么？没有江家庄这个地方？是啊。那后来呢？学生仔细对照了江小郎的身份文牒，发现其中的确写着河南县江家庄。这河南县就是永昌县，那文牒必定是河南县改名之前所发。学生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便找来了几个熟知永昌地理的捕快，可大家众口一词，都说没有这个江家庄。后来卑职想到，会不会是江家庄改名了，而我们不知道？在县尉的提醒下，我想起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高如进，武德初年时便是河南县的县丞。此人已年过九旬，是永昌6位九旬老翁之一。于是，我便与县尉赶往高如进的家中。江家庄。是的，前辈可知永昌境内是否有这么一个村子？江家庄。江家庄。江家庄。前辈知道这个地方？是的。如果不是太爷近日亲临，老朽这一辈子也不敢再想那个可怕的地方。可怕的地方？正是。那是太宗皇帝贞观10年，江家庄中的一户人家，大小30余口被人杀死在家中，尸体被斩去了头颅和左臂。你是说，尸体被人将头颅和左臂斩去？正是。啊，太爷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你继续说。当时那个案子正好是老朽经办的，我率人查遍了附近的山峦村庄，最后在西林中一座荒废的将军庙中找到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，几十颗头颅、数十条手臂被供在将军庙的神位前，那景象真是惨不堪言，至今思之，仍令人不寒而栗。那个案子破了吗？此案持续了4个月，竟没有任何进展。后来一位走访的道士来到县里，对老朽说，此乃厉鬼作祟，阴兵杀人呐！什么？阴兵杀人？是的，当时老朽还不相信，没想到第2天江家庄大火，将一庄之人全部烧死。当我率人赶到时，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。老朽也因此事受到上峰的重责，因而丢掉了官职。那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放在将军庙中？他又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人，太爷，您错了，不是人，是鬼，是冤魂厉鬼呀！厉鬼？可厉鬼为什么要杀江家庄的人呢？哎呀，幽冥之事，我等凡人怎能知道啊？老朽后来听说，那座将军庙是为了祭奠死去的前隋萧国军中郎将宇文成都所建的。曾兄，你刚才说西林将军庙供奉的是谁？前隋萧国军中郎将宇文成都。
刚刚说过，题印上的花色是前隋萧果军专用。正是。宗泰，你继续说吧。听高如进说完，学生便认为这件事非同寻常。几十年前的惨案，竟和今天所发之案惊人的相似。学生当时就想向恩师禀报，可是想到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，因此决定还是先查找到江家庄和死者江小郎的家人。于是学生打听清楚了江家庄的具体地点，便匆忙率人赶往那里。这哪里是江家庄？明明是一片坟地嘛！按高如进所说，江家庄位于青阳岗上，这里就是青阳岗啊。都是姓江的。哎，岗下那个庄子叫什么名字？回太爷的话，那是恩济庄。恩济庄。顾族长江小郎之墓啊！学生当时万分惊讶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也许是同名同姓之人呢。于是立刻率人赶回县衙，调来了太宗贞观年间的旧档，找到了贞观10年的县志，依高如进所说详加查看，果然找到了江小郎这个名字。10年7月6日夜，河南县江家庄江家大院屋主江小郎及家中老少30余口被强杀于宅中，尸身被斩下头颅和左臂，时人疑为厉鬼所为。江小郎，河南县江家庄人士，前隋大业7年生人。前隋大业7年啊！太爷，太爷，这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身份文牒。江小郎，河南县江家庄人士，隋大业7年生人。依身份文牒上所说，死者江小郎应该生于前隋大业7年。啊！学生万万没有想到，高如进所说，几十年前发生在江家庄的惨案，死者竟然是江小郎。恩师，如果这个江小郎已经在几十年前死去，那么我们今天在官道旁的石碑前发现的无头尸体又是谁？后汉的宝马，前隋的蹄铁，几十年前便已死去的无头尸体江小郎，前隋萧果军中郎将于文成都，竟然没有一样是当今的人和物。还有失去的头颅和左臂，每一样都和当年的惨案出奇的相似。恩师，学生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吧。我们是在替人办案，还是在替鬼办案？难道这世间真的有鬼不成？
明天一早，我们去江家庄坟地。陛下，国师求见。快请他进来。是。有请国师。臣王之远叩见陛下，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国师平身，赐座。是。谢陛下。国师请。知远，你是修行之人，虽身在方外，却一直被朕以为心腹，专门替朕执行机密要务。这是陛下对臣的信任，为臣感激涕零。自2年前得陛下密旨，臣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委曲亲王，已连破10数个逆党团伙，臣已具表详述。朕今天叫你来，不是为了这个，你的能力，朕是绝对信任的。那是陛下另有要事为臣去办。朕最近精神恍惚，心智混乱，极有崩溃之势。朕已感觉到，再这样下去，大限便将至矣。陛下何出此言？朕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来人！来人！有！陛下，快看看国师怎么了？张怀太子，2位娘娘，皇帝在此，请你们马上离开。你说什么？此乃大内禁中，天子居所，尔等阴鬼怎能进入？岂不闻阴阳有界吗？尔等胆敢擅越雷池，作祟宫禁，就不怕被天打雷劈吗？3位，只愿遵尔等生前身份，不愿妄动杀机，听我好言相劝，立刻离开宫中，否则就不要怪知远无情了。陛下，请恕知远无状。知远，你刚才都看见什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陛下，臣看见的都是些不干净的东西，陛下就不要再问了。你看到了太子李贤、王皇后，还有萧良帝，对不对？啊，陛下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他们都走了吗？是。刚才你为什么不做法除掉他们？臣自幼修得一双阴阳之眼，可以看见徘徊在3界之中的异物。以臣的能力来说，
预测未来、做法度人、请缨占卜、让祸避凶，乃至驱魔逐鬼，这些都能做到，但是却无法将鬼除掉。为什么？陛下明鉴，鬼乃无形之物，以法驱之则可，却不能将其毁灭，否则有干天河必遭天谴。而且，臣也确实没有那么大的法力。臣刚刚说的那番话，不过是空言恫吓，把他们暂时吓退而已。然而，以此情景来看，厉鬼已身负宫中，恐怕难以将其驱走。他们为什么要缠着朕不放？难道他们真的要让朕为他们抵命吗？所谓厉鬼作祟，一般来说，也不过是死去的冤魂无所依靠，无路可入冥界，往生阳间，所以才化作厉鬼，搅闹人间。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？只要以令符镇住其魂魄，再以水陆道场予以超度，便可使其得到路径，进入轮回。那对付李贤三人的鬼魂，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？臣刚刚曾经试过以五雷之法镇住李贤和王萧二鬼的魂魄，然而却只将三鬼吓退，这就说明他们的法力足以抵御驱鬼之法。以这种法力而论，完全可以自行找到进入冥界的路径。因此，可以说他们是另有所图。另有所图。是啊，陛下，自今日起，恐怕宫中再没有安宁之日了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数月以来，朕被冤魂所缠，身无宁日，以致身体羸弱，精神恍惚，严重之时竟致心智俱丧，道生昏乱。朕已进入古稀之年，怎能经得住如此惊吓？照此下去，就是失心疯了，也是极有可能的呀。陛下，能不能容臣几日，再想想办法？好。鬼呀！鬼！天兵天将，天兵天将，爷爷救救我！救救我！鬼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嗨，这大清早刚起来，就听见有人在叫嚷。后来我带几个人循声一看，原来是个疯子在这大呼小叫。那人是谁呀？咱们从来没见过呀。没见过，不知道，不是本村的，好像是外地来的。鬼！天兵天将，这家伙怎么跑到鬼宅来了？是不是不要命了？走，咱们进去看看吧。你不要命了？没听老辈人说过，只要踏进这鬼城一步，就没有一个好死的。都回去！我偏不信这个邪。走，跟我去看看。别走，都跟我回去。元芳，你带人到那边看看。是。走。
这里就是江家庄的故址。学生是依高如进指点才找到这里，应该是确实无疑。而且，恩师请看，远处是一片废墟。据高如进所说，几十年前江家庄被一场大火烧成了一片白地。上百座坟茔，死者都是江姓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几十年前的那桩案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据高如进所说，那是厉鬼作祟，阴兵杀人。刚下那个村子叫什么？哦，恩济庄。鬼啊鬼啊鬼啊！鬼爷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写了真是中写了。哎，太上老君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哎，我说乡亲们，咱们总不能看着这个疯子这么喊下去啊，总得想个什么办法吧？哎呀，庞 Sir 啊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，这是一个鬼宅呀！老辈们不是说过吗？谁沾上了是要家破，惹上了就要死人的。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知道大伙儿都怕惹上晦气，可我庞三不怕，我去。哎，出来了！让你干什么？这又不是在院子里，过来帮忙啊！拦住他！拉鬼呀！拉鬼呀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大胆！这位是永昌县令曾大人。哎呀，恕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！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太爷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禀太爷，不知是哪来的失心疯子，一大清早便在这又喊又叫的，嘴里喊着无头鬼。无头鬼？对呀，一会儿喊无头鬼，一会儿又喊抓鬼，又什么天兵天将的。小人怕他喊脱力了，就把他给擒住了。鬼爷爷饶命啊！是这样。饶命啊！鬼爷爷饶命！这个房子是何人居住？哦，这房子是个老宅子，荒废了几十年了，没人居住。哦，大人，饶了我吧！怎么了，何云？大人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是他。是，这与官道上的马蹄印一模一样。凶手曾经在门前停留。元芳，进院。真是不知厉害啊，竟敢闯古宅，日后必遭祸殃。什么必遭祸殃啊？九叔，你老拿这句话来吓唬我们，我怎么没见过鬼啊？你等你见到，那就没命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就知道使魂耍横，祸到临头啊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老糊涂。走吧，哦。滴血雄鹰，这些尸体没有头颅，没有左臂，和以前一模一样。看来凶犯再一次出手了。
此人出手杀人，为什么总围绕在江家庄附近？这里面有什么蹊跷？元芳，这刀叫什么名字？回首夜行刀。使用这种刀的是什么人？因为这种刀轻便锋利，便于携带，所以使用这种刀的人一般是身负轻功绝技、惯于夜间行事的高手。哦，元芳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屋里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奇怪？大人，卑职正在想这个问题。我总觉得这间屋子隐隐约约让人感觉有些别扭，可又说不出为什么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屋里有些东西让你觉得别扭吧。第一，这么多的武林好手同时被杀，屋里没有丝毫搏斗过的痕迹，甚至连这些桌椅板凳都没有挪动过。对呀。第二，遍地鲜血，没有一个脚印，这些人就好像老老实实站在那里被人杀掉似的。大人，我说怎么觉得很奇怪呢？这凶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这些死者的身份又是什么呢？在永昌县发生的2个案件，与河东、陇右、剑南3道发生的血案有没有什么联系？还有，这只滴血雄鹰到底代表了什么？元芳，命令衙役们可以收尸了。另外，今天晚上我们就下榻恩济庄，你去安排一下。是。好，九叔。哎呀，这我跟说过，我早就说过，他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完了，真相完了。九叔，谁不会放过我们呀？鬼，当然是鬼了。鬼？时隔60年了，他怎么又回来了呢？哎，这是捕快在院子里找的。方根生，江南东道颍县人士。大人，您看，那疯子来了。你这老头，胡子好长啊！啊，我的胡子好玩吗？啊？你是太上老君啊？对，我就是太上老君啊！不，你骗我！你不是太上老君！哎，不骗你，我真是太上老君啊！你是鬼，你是无头鬼！鬼爷爷，鬼爷爷饶了我吧！求求你见过鬼吗？啊？鬼爷爷饶了我吧！哎，元芳，你们把他扶到厢房，好好安顿啊！走啊，去吧去吧！饶了我吧！饶了我吧！饶了我吧！看来，此人肯定是见过杀人凶手，因此才被吓成这般模样。您说他见过杀人凶手？看来这个包袱一定是这个人的，肯定是惊恐之下将包袱吊在院中的。哦，何以见得？那包袱中的身份文牒上写得很清楚，方根生，江南东道人士。而且刚才我们俩说话的时候，你没有听到？此人有浓重的江南口音。哦，对，学生愚钝。可是大人，如果说他是见到了杀人凶手才被吓成了疯癫，我觉得这有点匪夷所思吧？为什么？
第一，如果我是杀人凶手，被人发现了踪迹，一定会杀人灭口，怎能容这疯汉活到现在？第二，看他的形貌言语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疯癫汉子，不像是被吓出来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凶手没有将他灭口？那是因为凶手想让人看到他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一切都是有可能的。我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：如果此人是一个真的疯子，那么他包袱中的衣物怎么会叠得如此整整齐齐？出门还不忘了带上身份文牒。这一切都证明，这个疯汉方根生本来是个非常正常的人，只不过昨天晚上遇到大雨，他想要在恩济庄中借宿，没想到正好赶上杀人凶手大开杀戒斩人头颅，因此惊恐之下心智丧失，以致道生昏乱。这叫气迷心，也叫痰迷心窍，是假疯。您的意思是，他这个疯症可以治？也许今天夜里我们就能知道凶手的真实面目了。太子殿下，监制，您越唤我所谓何事啊？臣先为殿下介绍几个人。哦，这位是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佐大人。殿下。哦，哎呀，久闻黄头都督大名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殿下谬赞，末将愧不敢当。这二位是检校羽林卫将军敬辉和桓延范大人。殿下，殿下，久仰。殿下可曾听说，昨夜宫里又出事了？哦，不曾听说。皇上为恶鬼缠身，不能自拔，臣恐其命不久长了。张阁老的意思是，我已劝说三位将军，一旦皇帝宾天，便立刻动手，铲除武士余孽，还我礼堂神器。正是。啊，张阁老，这样能行吗？只要有三位将军在，一切便万无一失。太子，请坐。好，就这样。一旦皇上宾天，我们就立刻动手。首先要清除狄仁杰、张柬之、李多作、姚宠这些庸堂老臣，而后以李显训太子位，传之于我，这样便大功告成。是。
是来看看你的。这位是永昌县的县令曾大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方根生。哪里人士？江南东道颍县人士。来永昌县做什么？到隔壁的来亭县小杨庄投亲。既然是到来亭县，应该走官道才对，怎么会走到这里来？小人听说，穿过恩济庄背后的邙山，就到了来亭县。小人贪图路近，这才到了这里。那我来问你，昨天晚上你在村西头的那个大院里看到什么了？你不要害怕，你现在非常安全，把你看到的都告诉我们，啊！鬼，无头鬼！你看到鬼了？鬼长得什么样子？有人吗？小人方根生路过此地，是前来借宿的，求大王饶命啊！大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大王！大王饶命啊！大王饶命啊！小人当场昏死过去，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这是什么？大人，这是南北乱世和前隋时期流行在军中的老式虎头冰铁护脚甲。这件兵刃就是前隋萧果军中郎将于文成都的成名利器凤翅鎏金镗。大人，您现在明白了吗？这个厉鬼就是于文成都。